這一個屯子就剩我一個人了。那个年輕人呀搬走了，老人家讓兒女都接走了。這一個屯子就剩下我一戶人家一個人。這大山上一個人住也害怕呀。有沒有願意來跟我來農村一起搞點養殖？養豬也好，牛也好，羊也好，啥都可以。咱們那個發家致富，咱們還有個伴兒。你們那邊村裡還有多少人？我們村裡一共是34戶人家，現在常住在村裡的還有4戶人家。這家搬去了城裡，房子也拆了，估計以後再也不會回來了。這是老人種下的板栗樹，小時候放學路過，經常能撿到，估計今年也能撿不少。村無煙火，只剩房，地裡長草，不出糧。兒時玩伴，今何在？各自漂泊在他鄉。過去30年，中國城鎮化進程以驚人的速度推進，農村人口銳減，村莊消失已經成為了不可逆的趨勢。尤其是經歷過3年的疫情之後，上億的農村人口消失了。1990年至2022年，全國村莊的數量從377萬減少到233萬個，平均每天消失超過100個村莊。中國以前是14億人口的大國，走到哪兒呢都是人滿為患。這種情況現在似乎已經是不再存在了。有關數據顯示，農村人口從2000年的8億降至2024年的5億。農村現在越來越不熱鬧了，你瞅瞅，現在白天幾乎看不到人了，老房子也越來越多了，有錢人都搬到城裡面了。現在咱農村的學校好多都取消了，沒有了。以前一個村一個學校，現在2個村一個學校合併了。博主說，其實他們很喜歡農村，雖然沒有城市的繁華，但等你長大了，出去打工做生意，跑得再遠，農村始終是老家。這裡承載着我們童年美好的回憶。找個好地方啊！我準備在這裡拍攝，世界上只剩最後一個我，怎麼辦？整個小鎮啊，當代現代的都有，什麼醫院、學校啊、銀行啊、公安局啥的都有，全部荒廢啊！兄弟們，我一個人騎摩托車，這是個山頂上，太牛了！這裡你做夢也沒有想到吧？僅僅20來年的時間，老家竟然變成了一個無人村。走的走，搬的搬，小時候熱鬧的村子裡，如今連個人影都沒有了，土地也全都荒廢了。唯有這些老石頭還守護着我童年的記憶。物是人非啊，目之所及，只剩回憶，讓人十分難受。回首往昔，卻再也難尋故人的身影，徒留無盡的回憶在心頭翻湧。回到老家，就為了看看這些老房子。博主說，家裡老宅雖然已經荒廢，但還是要回來看上一眼。在這個村子裡想多待一會兒，心裡是五味雜陳，只想慢慢去尋找童年的記憶。這裡承載着小時候的點滴。我們之所以常常懷舊，並不是因為那個年代有多美好，而是因為它再也回不去了。有房沒人住，有路沒人走，這是江西最大的無人鎮，大到無法形容。位於江西吉安市，曾經在這生活過的人就高達3萬多人。如今卻只剩下10幾位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就連當年盈利非常強的醫院在這裡都荒廢了，包括電影院、學校、娛樂場所、沐足按摩場所、商業街，這些也是應有盡有。然而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曾經熱鬧非凡的小鎮，為何一夜之間變成了人類遺棄的無人小鎮？看我們這營子，差不多也有300多戶，看哪都沒人。頭些年2口子幹仗，你就是晚上跑，都得有人給你抬回來。那現在可不敢打仗，也不敢跑了，你就估計是跑半個月都沒有人知道。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，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，前往東南沿海務工。當時20多歲的人，如今已經是年過60，其中大部分已在當地落戶，成家生子，戶口也遷入了城市。但是仍有不少人沒有完成落戶手續。
名義上還是農民，實際上呢，早已經脫離了農村的生活，只是戶口還留在原籍。近10年來，由於人口不足，各地政府積極推動這批人轉為本地的城鎮居民，要求他們在城市或縣城購房並且落戶。隨着他們在城裡安家，老人與孩子也被接走了，農村常住人口進一步銳減。你們村子現在剩多少戶人家了？我們村子一共不到50戶，就这趟杆算是我家，现在10戶都不到了。來，我领你們看看，這家啊，去年最後一個老人也走了，家裡2個兒子都在城裡安了家，估計以後也不能回來了。這是老人生前種的果樹，去年的全讓我吃了，今年呢一場大雨過後，就剩這麼一個果了。這是我叔叔家，家裡一個姐姐去年結婚了，把叔叔嬸嬸都接到城裡去生活了。博主說，村裡有一戶人家，2個孩子都搬到城裡去了，生活條件改善了，不要把老人也接到城裡一塊去居住。可老人死活都不願離開，孩子們都沒有辦法，只好把老宅重新裝修，讓老人一個人在農村安享晚年。博主感慨，如今願意留在農村的大多都是老人，村裡道路修得越來越好，但留下的人卻是越來越少。大家好，今天來到了富陽區的一個小山村，又稱無人村，一個人都沒有了。這麼好一個地方，一個人都沒有。房子是70、80年代的房子啊，有幾幢房子還是比較，看看像以前大地主家的房子一樣的，很好看的。農村恢復不了幾十年前的人氣了，家人們，不會了，再也不會了，只會越來越安靜，越來越落空。當然，如果真的恢復了以前的人氣，那就意味着我們的經濟崩潰了，人們大規模的失業。都回農村呢，意味着改革開放幾十年，一夜回到改開前。博主說，農村的宅基地和老房子對老一輩人來說都承載着許多的往事，如今他們最顯著的作用可能只是作為社靈堂的場所。等到那些仍執着於落葉歸根的人逐漸離去，農村也會慢慢地走向消亡。等到下一代上墳的人也漸漸不在了，農村或許就會徹底消失，了無人煙。因為我們的後代幾乎對農村沒有任何的印象，他們可能只知道有個地方叫某某村，卻幾乎不會再回去了。如果村裡這一代老人走了，那鄉村怎麼辦？我圍着村子走了一整圈，也沒有找到一個和我同齡的年輕人，只剩下了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，哪怕到了農忙的時候，田地裡也只是他們的身影。年輕人仿佛都逃離了這片土地，無論我們走得多遠，那片土地它都在那裡，等着我們回歸。農村不再是被遺忘的角落。快看，陽光灑在這片金黃的田野上，變得如此耀眼。博主說，他懷揣着夢想來到城市，結識了更多的朋友，見識了更加廣闊的世界，但同時也體會到了城鄉之間的那道難以跨越的鴻溝。在城裡，他感覺自己像是異鄉人，回到鄉村卻仿佛成了過客。不知何時，村子漸漸空了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年輕人都出去當農民工了，有的甚至帶去了孩子，而村裡的學校再也沒有了過去的熱鬧，有的村只剩下了10來個孩子學習，只好幾個村的學校合併成一所學校。中國農村出現大量無人村，人口減少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的原因。2000年時，中國城市化率僅為 36%， 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 64%， 大約是7億人。到了2020年，城鎮化率已經提升至了 66%， 農村人口減少到約是5億人，相當於減少了2億。此外呢，農村長期留下來的主要是老人，因此農村老齡化程度往往比城市更加嚴重。這2年人口明顯減少，顯然與疫情有關。
老年人死亡率本就高于年輕人，而這也是中國出現無人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不僅農村空空蕩蕩，城市裡也同樣冷清，商場沒有人，街道寂靜，連機場和火車站的人都比往常少了許多。你們敢信嗎？這是周末的商場，空空蕩蕩的，跟以前的真的是差太多了。奶茶店也不用排隊，電影院呢也沒有人看電影了，人都哪裡去了？你們那邊的商場也會這樣子嗎？太嚇人了，看一下，這是整個2樓基本上全倒，基本上全倒。你看到3樓這電梯已經停在邊圍檔圍起了，到4樓的話也圍起了，基本上這個就是3樓4樓全部閉店了，就不給上去了已經。這是1樓，1樓的話還大概有7、8個商戶在營業，就是零售百貨類的，瑞幸大品牌就是大品牌在堅挺的活着。這負1樓煤管已經下不去了。這個商場從開業到現在僅僅1年半的時間，但真正的營業半年就倒掉了。這個商場，好嚇人啊！以前做生意努力一點就有肉吃，去年做生意努力一點就有口湯喝，今年做生意努力都找不到方向了，都不知道朝哪個方向站有口西北風喝。現在這實體店的超市啊，到底是誰在逛？今天休息嘛，帶小孩來逛一下華潤萬家啊，整個超市裡面空空蕩蕩的，沒幾個人啊，好不簡單，看到幾個人啊，都是工作人員。我已經不記得上一次逛超市是什麼時候了，好像是去年過年的時候過來買年貨，就買了幾個對聯，買了幾個窗花啊。超市裡面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網上購物了。現在到底是誰在逛超市啊？屏幕前的你們有多久沒逛超市了？今天慘到什麼程度呢？說出來你們可能都不信。10點開門，幹到晚上8點多，你們猜我做了多少？堂食加外賣，營業額600塊都不到。我就想問問，今天還有比我更慘的餐飲老闆嗎？今天這是怎麼了？我從早上10點開門，一直守到現在晚上8點多，堂食一天就沒有幾個人，就連那幾塊錢的外賣單子，它也跟要斷氣了一樣，一天也響不了幾聲。不信給你們看看我的垃圾桶，連餐巾紙它都沒有幾張。博主說店裡沒有顧客，他覺得奇怪，於是在飯點時出去轉了一轉，發現街上也沒什麼人。他還不死心，又特意去了那些平時生意火爆的同行，結果他們的店裡今天也是冷冷清清的。看到別人境況和自己差不多，他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心裡也輕鬆了些。他分析，主要原因是大家手裡頭確實拮据，所以都不敢出來消費。2月份的生意讓人都崩潰。今天星期天，你看看我的店裡乾不乾淨，意不意外，一個人都沒有，真的我都想不到。我剛才出去轉了一圈，剛回來，只要是賣衣服的、賣鞋子的，不是我家沒有人，別人家也沒有人。現在是下午的6點11分，你們猜猜我今天才賣多少？幾百塊，真的，房租水電費都不夠。你說這生意怎麼幹啊？一個人都沒有。你說今天這生意怎麼那麼難幹呢？看看現在的超市吧，除了理貨員、收銀員，還有幾個顧客。飲料賣不動了，麵包賣不動了，水果賣不動了，熟食也沒人買了。老百姓哪敢吃啊？那麼多的防腐劑，那麼多的添加劑，那麼多的色素。原以為醫院是賣藥的地方，原來超市買的食品吃下去也都是藥。飯店一家家倒閉，商場空蕩無人，只有醫院裡人山人海，烏泱烏泱的。天哪，倒閉了，倒閉了，又倒閉了，2個店鋪挨在一起的都倒閉了。之前還來這吃過飯的這個餐飲店也倒閉了。現在是惠州下午3點多，我剛剛路過幾條街，看了10幾20個店鋪，很多店都倒閉了，轉讓。這2年呢，各行各業都非常的難做，很多實體老闆挺過了2023年的那個疫情，挺過了2024年那個寒冬，但是很多人還是倒下了2025年這個夏天。現在經濟蕭條，各行各業確實是非常的難做。博主提醒實體店老闆，如今已是網際網絡時代，思維必須要靈活轉變，可以借助短視頻，把店鋪特色展示在網上，讓更多人看到你的好產品、好菜品，才會吸引他們前來打卡消費。整個午夜廣場1樓、2樓、3樓都沒有人，就4樓美食的話稍微還有幾個人，下面的話真的是沒有人的，看來還是吃的東西還是有人會上來。
購物的話，基本上都是空店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